2007年，我将90万家底借给刚认识3个月的助理。谁知他一夜蒸发，所有人都骂我冤大头、烂好人。这骂名我背了整整18年，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这通电话，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。2007年深秋，江城纺织厂门口，林主任，苏婉晴突然跪下，从包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借条。我被人骗了，那帮人说做投资，我把钱全投进去，还借了外债。现在他们天天上门堵我妈，病房都进不去人了。起来，地上凉。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。我报过警了，警察说证据不足，骗子早跑了，外债只认我签的字。林主任，我实在没办法了。林建国看着他，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：25岁那年，他也这样跪在老厂长面前。走，跟我回家。啊？你妈现在在哪个医院？市医院。把人转到单人病房，我来想办法。跟上。林建国把苏婉晴领进家门，说了一句足以改变2个家庭命运的话。秀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林建国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，王秀兰懵了，随即从厨房里冲了出来。林建国，你疯了！90万，你当那是90块？咱攒了20年呀！妈，怎么了？你爸把你买房的钱拿去投资了。爸，我跟周云下个月就要交首付，您答应过的。阿姨，林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借了，我回去想想办法。站住！秀兰，你听我说一句。我不听。苏婉晴跟我3个月了，她人品我有数。催债的赌医院，不管他娘俩，真会出人命。出人命关你什么事儿？你是救世主还是菩萨？秀兰，你一年到头拿过几个钱？厂里谁不说你大方？今天帮这个，今天帮那个，家里事你管过几回？我帮人30年，没求过你，这回求你信我一回。林浩说了一句令所有人震惊的话，接着夺门而出。爸，您对得起我妈吗？我知道。您知道什么？周云等了3年的婚房，您连商量都没有就决定了。我欠你的，我会还。怎么还？婚房您拿什么还？我攒。您都多大岁数了，还攒什么攒？我只是老了，但没死。只要有一口气，婚房钱我认。您疯了？我没疯。你是我儿子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但婉晴是一条人命，他的人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爸，您想好了，这辈子您就当这个老好人吧。第2天，林建国带着苏婉晴去银行转账。他犹豫了许久，最终还是摁了下去。20年的积蓄在这一刻清零。这是老厂长赵德山。25岁那年，我妈癌症，我借遍所有人，一分没有。拿着，不是给你的，是借你的。以后发达了还我。厂长，您不怕我跑了？你要跑，当年就不会捐最多钱救我妈了。以后别人有难，你也伸把手，这就够了。那200块救了我妈一命，她走了，但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。苏婉晴下跪那天，我看见的不是她，是当年走投无路的我。老厂长走了18年，我多想当面告诉他，当年您拉我一把，今天我也拉了别人一把，我没丢人。3天后，苏婉晴这几天没来上班，电话关机。我去找她，没见到他人，却从他邻居口中得知了一个天大的消息。3天，
整整3天，苏婉晴电话关机。林建国心里发慌，赶忙起身，骑上自行车。他记得苏婉晴说过他妈电话。敲了半天门，没人应，却将隔壁老太太吵了出来。苏婉晴住这儿的，搬走了呀，前天夜里搬的，家具都空了。搬走了？房子都卖了，中介来看过。他搬走了，房子卖了。你给他90万，连他底线都没摸清。婚房没了。林建国脑子里闪回无数画面，难道自己真的被骗了吗？他愣在原地，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。听说没？林主任借新来小会计90万，人跑了。老好人这3个字像钉子，把林建国钉在门卫室外面。他没进去，转身走了。从那天起，这3个字就跟影子一样黏住他。就他90万说借就借，图啥？还能图啥？这岁数还搞这种。最难熬的是家里，林浩搬到厂里宿舍住，1个月没回来。王秀兰不跟他说话。有天半夜，林建国起来喝水，看见书房灯亮着，王秀兰坐在那儿翻存折，一页一页翻，手指头在数字上摸了又摸。林建国，20年的钱啊！林建国回到书房，从抽屉最底层翻出那张借条，苏婉晴的签名歪歪扭扭，字一直没写稳当。他盯着借条看了很久，最后把它锁进铁盒里。半年后，周云嫁给别人，林浩喝了夜酒。林浩醉醺醺的回来，说了一句话：“爸，我恨你一辈子。”林浩说完就瘫倒在沙发上，我替他盖上毯子。之后的几年，我们再也没见过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林浩跟林建国的关系从此结了冰。结婚那天，林建国做主桌，林浩敬酒时杯沿比他的低了小半寸，那杯酒跟冰块似的。林建国没怪他，换了他是林浩，他也恨。这6年里，林建国没闲着，所有能找的都找了。最远一次甚至跑到邻省一个小县城，人没找到，他在汽车站坐了1下午。那张借条一直锁在书房铁盒里，每隔几个月他都要拿出来看看。爸，钱没了就没了，别把自己熬坏了。但就在那天晚上，林建国接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电话。林主任，您之前问过苏婉晴那事吗？我前几天听了一耳朵，说当年有个副厂长姓钱的，跟外面的人走得近，有人看见他跟几个社会上的人吃饭，那几个人好像就是搞什么投资的。你确定？不确定，就是听说苏婉晴刚来3个月，那帮人怎么就盯上她了？前副厂长整天笑眯眯，话少却句句精准。苏婉晴刚进厂，母亲病重，投资骗局就找上门，太顺了。喂，姐。建国呀，我这儿有个理财产品，你要不要一起投啊？姐，这不安全，是什么来源啊？林建国，你还有脸教训我？你那90万打了水漂，咱家谁不知道？爸，别想太多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了。不提了。爸爸，哎呀，爷爷许了什么愿？祝咱们全家都好好的。他没说的是，他还想找到苏婉晴。苏婉晴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又在想那件事儿？没有，就是想不通。
想不通就别想了。林主任，您身体真没问题，您再干3个月就正式退休了。没问题，正常退休。老孙，你就给我盖个章吧。欠林浩的婚房钱，说了要还。这句话一直悬在他头顶上，像把没掉下来的刀。爸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退休补清金。你不是还有3个月才正式退休？提前临岗了，多拿点儿。爸，你用不着这样。用不着也得用。你爸这辈子做过1次老好人，不能让你也跟着背一辈子。说不失落是假的，那间办公室他待了32年，从学徒干到主任，每一个抽屉里的东西都摸熟了。32年，我没丢老厂长的话。我要去杭州。林建国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大半夜说去杭州。网上有人说，杭州有个苏总监，轮廓像他。那年被骗90万，还不长记性？你爱去就去，我不拦着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建国坐上了去杭州的大巴。5个小时车程，他把车窗擦了好几遍，擦的都能当镜子照。你好，我想找你们的苏总监。稍等，请问您是苏总监？我是，但我不认识你。对不起，找错人了。从写字楼出来，林建国在旁边花坛边上坐了半小时。傍晚车站检票。欢迎您来到江城。吃了没？吃了。是不是？扑空了。以后别找了。你看，这么多年了，这东西还在。林建国，你说你图什么？90万扔出去，人跑了，连个响都没听见。你这辈子就没干过一件靠谱的事儿。行了，别想了，往后日子还长，别把自己熬坏了。秀兰，谢谢。谢什么谢？我又不是为了你。我是苏婉晴，离开江城那天是凌晨3点。妈，慢点儿。姑娘，去哪儿？往南拆，越远越好。婉晴，钱还了，咱们吃什么？吃挂面。我不能连累林主任。小苏啊，钱不重要，你人有意思。你在采购处能接触资金流水，帮我们过几笔账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妈还在住院，你们再逼我，我报警！报警？合同是你签的，字是你写的，警察来了也是你诈骗。你以为林建国是什么好人？有人早就想整他了，你跑了，
正好给他扣帽子。你们什么意思？你不走，我麻烦；你走了，大家都麻烦。婉晴，咱不能害人。我只能带他走，越远越好。人跑了，一群废物！他们在医院病房找不到人，护士也不得而知，便转而去纺织厂门口蹲守。二狗在门口晃悠了3天。大爷，见过带老娘看病的小会计不？没见过，厂里人多。林主任，您最近小心点儿。有人打听苏婉晴，还问您那90万不简单。什么样的人？文龙画虎，不像正经人，蹲了好几天。前副厂长，他和那些人什么关系？林主任，人撤了，前副厂长传话，风头紧，先收手。前副厂长，我记住你了。到了南方小城落脚后，我白天在小餐馆端盘子，晚上去夜市摆地摊。我妈重病，在出租屋里休养，怕那帮人追来。再晚半小时，人就没了。婉晴，那90万还没还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永远不会忘。小苏啊，你这样熬到什么时候？跟姐干几个月，保证你赚够还债的钱。什么生意？哎呀，就是帮人家过过账，又不犯法。不去。我以为躲到小城就能安稳过日子，没想到他们还是找了过来。妈，他们找到这儿了，我们必须马上走。婉晴，我身体撑不住了。您能撑住，我们必须走，不能连累林主任。废物，连个女人都看不住，给我加派人手，他跑不了多远。从那个小城逃出来之后，我带着我妈辗转了好几个城市，最后定居在沪市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婉晴。今天以后，咱们吃什么呀？吃挂面，吃什么都可以。该吃多久？吃到还清为止。欠林主任90万，我活着就是为了还清这笔债。
苏婉晴小姐，财务总监办公室这边请。请进。苏小姐，为什么这几年频繁换工作？我欠了别人90万，需要拼命挣钱还。留下吧，好好干。您不问我为什么欠这么多吗？一个敢拼命还债的人，值得信任。谢谢周总，我不会让您失望。苏婉晴，我知道你，我答应过林月，如果能见到你，一定帮着照看。现在看来，你前途不可限量。在想什么？当年那90万，早不是钱的事儿了。18年通胀，90万早已不知当年数。我一定要多还的，还的是当初借我的那份心意，是清白。你这个人就是太倔了。18年，我没忘，一刻都没忘。我相信你，一直都信。18年了，人都找不到，算了吧。真的要这样算了吗？又在想那件事儿。他们说，18年了，不如算了。你熬了18年，吃了多少苦，值得吗？这不是钱的事儿。人都找不到，你怎么还……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能找到。那只手是热的，我不能让他失望。婉晴，钱还了吗？快了，妈，再等等。我想见林主任，当面给他磕个头。会的，会的，一定能等到。婉晴，别再被骗了，以后要好好生活。抱歉，苏小姐，我们尽力了。妈妈，妈妈，我再也没有妈妈了。我妈走了半年后，我决定开始准备还款。我托人查到了林主任的银行账户，对着屏幕看了很久，手指悬在键盘上，迟迟没有落下。不是舍不得钱，是怕老八团伙还在外面活动。如果我现在转180万给林主任，那帮人盯上他怎么办？我不能再害一个好人。我开始暗中关注老八的动向，托熟人打听，翻本地新闻，看到涉黑团伙几个字就心跳加速。但每次消息都是还没落网，我就这样等，1年、2年、3年，换了工作，搬了住处，日子慢慢安稳，但那笔债始终压在心口。
每次深夜睡不着，我都会打开银行页面，再关上。5年后的一天，老八因另一桩案子进去了，团伙主要成员全部落网。终于凌晨3点，我一个人坐在桌前，深吸一口气，按下了转账键。2024年春天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一个星期三早上，林建国照常去公园溜达了一圈，回来坐在阳台上给兰花浇水。浇完花，又喝了半杯茶，才拿起手机点开，屏幕亮了，是银行短信。林建国眯着眼看那行数字，老花静在书房，他举着手机凑近了看，他以为看错了，又数了一遍，没错，180万。手指头开始发抖，他往下翻，看到转账备注那几个字时，整个人像被电了一下。还款及感谢，苏婉晴。18年了，这个名字在林建国心里念了18年。他扶着花架站起来，膝盖磕在茶几角上也不觉得疼，踉跄着往屋里走。秀兰，秀兰，秀兰，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林建国把手机塞到他手里，他低头看了几秒，抬头看他的眼神完全变了，嘴唇张了张，一个字也没说出来。窗外的阳光斜斜打在手机屏幕上，那行字亮得刺眼。林建国鼻子一酸，一把抱住了王秀兰。林浩接到电话就往家赶，进门的时候，林建国还坐在客厅里，手机放在茶几上，谁也没说话。爸，是真的吗？林建国点点头，然后他走进来，在林建国面前蹲下，把头埋进他膝盖上，肩膀开始抖。46岁的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。爸，我对不起您18年。起来，多大了还哭？林建国自己眼泪也没擦干净。那天晚上林浩没走，陪林建国喝了大半瓶白酒，但他做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决定。爸，这钱我不要。当年的90万是爸的，跟我没关系。而且这180万太多了，我不能要。这是你应得的。不是，18年我恨了您18年，您等了苏婉晴18年，我却只会怨您。这钱我不能要，良心过不去。那天晚上，王秀兰抱着林建国哭了很久。我骂了你18年，到头来发现你才是对的。他的声音闷在林建国肩膀上，断断续续的。这些年我不是恨你，我是怕，我怕你真的看错了人，我怕那90万真的打了水漂，我怕林浩的婚事黄了，我怕的东西太多了，就忘了你当年为什么要帮他。老林，那天你把苏婉晴领进门的时候，我嘴上骂是给他倒了杯热水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走吗？因为他跪在那儿的眼神，跟你当年一模一样。后来我才想明白，你帮他不是因为他可怜，是因为你看见了自己。王秀兰擦了擦眼泪，我骂了你18年，但也替你守着那个铁盒18年。这张借条一天也没离过我的手。你看，18年了，这东西还在。高铁上，王秀兰一直沉默，偶尔看窗外。快到护士的时候，她突然开口：“你说他变成什么样了？”见了就知道了。他那句“用一辈子还”，真说到了做到。到了护士，林月帮他们约了一家咖啡馆。门被推开，一个女人走了进来。她站在门口，阳光从身后打过来，林建国第一眼差点没认出来。18年前，那个跪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的姑娘，现在穿着一身剪裁利落的深蓝色套装，头发盘起来，眉眼间全是沉稳和笃定。他目光扫了一圈，停在林建国身上，然后他快步走过来。林主任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18年，我来晚了18年。苏婉晴坐下来，稳了稳情绪，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他脊背发凉。林主任，当年我不是卷钱跑的，那帮外债的人说，如果我不走，让您不得安宁。什么？后来他们打听到是您借的钱，又加了条件，说您挡了他们的财路，如果我不听话，不光动我妈，还要找几个人去堵您。他们原话是让您不得安宁。我当时完全慌了，我不怕他们找我麻烦，我不能连累您，所以在家里想了一整眼，只有一条路，连夜带我妈走，让他们找不到我，也找不到针对您的理由。我知道只要我一消失，您就会变成老好人，但我更怕您出事儿。
那帮人是真敢下手的。他从包里拿出一个泛黄的本子，是林建国当年见过的那本旧笔记本。翻开内页，密密麻麻全是字。这18年，我每天都在日记里写，欠林主任90万加一条清白。阿姨，这张借条您还留着？留了18年，我骂了你18年，也替他守了18年。我不知道该信谁，但他的东西我没丢过。其实1个月前我就查到了您的账户，但我没有马上转账，不是因为钱不够，是我怕您不原谅我。我犹豫了整整1个月才按下那个转账键。这里面是90万还本金，另外100万是18年的心意，请你们收下。王秀兰接过卡，手在发抖。闺女，这钱太多了。18年，一条清白，100万买不来的。阿姨，您帮我守了18年，我该谢谢您。我带着苏婉晴回到了当年那个老房子。赵明因为工作原因下午才到。180万，那是我们一家人的积蓄，孩子才2岁。那90万是人家20年的家底，他帮了我，我必须还。你把本钱给他就算了，为什么还要多还90万？因为那多出来的90万是他的清白。这怎么可能？你知道这18年他被人叫什么吗？老好人，带着贬义的老好人。他帮了我，背了黑锅，多还他90万，是因为我欠他一个清白。赵明摔门出去了，苏婉晴站在原地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。王秀兰想过去安慰他，被林建国拦住了。让他哭一会儿吧。 18年，你为什么不早联系我？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18年？每次过年，别人家团圆，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看那张借条，你知道我什么滋味吗？建国，别说了，你怕连累我，就不怕我一个人背了18年的黑锅？你知道厂里人怎么说我的吗？老好人，带着贬义的老好人。我找私家侦探花了2万多，杭州、苏州、上海，我跑了个遍。有一次在汽车站坐了1下午。 抽完1包烟，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想的吗？我怕你死了，我怕你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，我这辈子都对不起你。对不起。苏婉晴从包里拿出那本泛黄的日记本，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。这是我妈临走前写的，她说要见见林主任。 当面给他磕个头，但差6个月，他没等到。最难的那年，5人劝我做灰产，说干3个月就能还清。我想了1个月，差点就答应了。但每次想放弃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林主任拉我起来的那只手，那只手是热的，我不能让他失望。他把手伸出来给他们看，手腕上有一道浅浅的疤。这是最难那年拉下的，不是自杀，是我自己不小心划的。那时候太累了。 连续加班2个月，有天切菜的时候手抖了。我不是来炫耀苦难的，我是来告诉你们，这18年我一天都没忘过。我活着就是为了还这笔债。林主任，阿姨，我这辈子有3个愿望：第一，还清您的钱和清白；第二，看着老芝他们被绳之以法；第三，我想认你们当干爸干妈。 我亲爸走得早，我妈也走了。这世上除了我丈夫和孩子，我没有别的亲人了。那时候他23岁，跟我闺女林月差不多大。你问我干啥？这事儿你自己说了算。我生了2个孩子，一个林浩，一个林月，现在又多一个叫苏婉晴。婉晴，以后别叫林主任了，叫什么？叫爸。爸。哎，就这一声，林建国这辈子值了。 林浩是第2天到的，他进了门，脸色不太好看。林哥，我不是来叙旧的，我是来跟你说清楚一件事。18年前你走了之后，我婚房没了，周云等了3年，最后嫁给了别人。我恨你，恨了10几年。但我今天来，不是找你算账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爸等了你18年，我不想让他再等了。这是我整理的一些法务材料，老八的案子后续可能用得上。
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弟弟，以后有事找我。林哥，别叫林哥了，叫哥。哥。一声轻软的歌落下，18年的隔阂悄然消融。资料我都整理齐全了，涵盖了当年案子的关键线索，你好好看看。哥，谢谢你，这18年是我对不起你们。过去的事不提了，我爸等了你18年，我也不想再揪着过往不放。以后有任何难处，随时找我。简单叮嘱几句后，林浩便转身离开，屋内瞬间安静下来。方才一直待在卧室的林建国缓缓迈步走至客厅，苏婉晴心绪翻涌。婉熙，这么多年苦了你了，爸从来没怪过你。苏婉晴抬眸看着温柔包容自己的父亲，眼眶微红。她缓缓翻出珍藏多年的单据、记账本和母亲的日记，指尖抚过泛黄的纸页，心中的怯懦一点点消散。爸，我不想再忍了，18年了，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不能一直逍遥法外。哥帮我们整理了证据，我打算去报案，把当年的真相全部揭开，还我们一个公道。好，爸陪你。爸，陪我去趟第三方核查机构，那些害过你的人一个都不能跑。为了让案件推进更加稳妥顺利，我提前咨询专业法务，梳理完整流程，做好了一切准备。苏婉晴通宵整理好了所有留存的证据，每一份都承载着18年的隐忍与真相。我带着证据走进第三方。当年我被骗的完整经过，外债利息核算，涉事团伙暴力催债威胁，所有事情我全部如实陈述，没有半点隐瞒。你的意思是，这起陈年诈骗案大概率存在内部人员通风报信、内外勾结的情况？我确定，当年绝对有人提前为他们泄露了我的个人信息，精准布局，才让我们一家落入绝境。林浩顺着线索深度追查，意外扒出犯罪团伙。林浩连夜赶回去了调查，他找到了当年的保安老张。林主任，这么大雨，您怎么来了？老张，当年的事儿您得跟我说实话。我说，有个人您得查查，钱副厂长，当年就是他跟外面那帮人接头的。但当年厂里有个临时工，他说看见钱副厂长跟几个社会上的人吃饭，其中一个就是后来被抓的那个老八。林浩拿到了一些关键证据，马上就出发回去，找到了林建国。爸，当年的事比我们想的复杂的多。钱副厂长，他收了老八的钱，而且苏叔叔的死不是意外。你说什么？志远他是被害死的。警方通过苏婉晴提供的线索，锁定了老八的位置。找到了，老八在临江路的城中村。那是个凌晨，专案组突袭了老八藏身的出租屋，但老八警觉性很高，翻窗想跑。别动！操！下来！你跑不了！在老八的手机里，警方发现了一条未删除的短信。风声紧，最近别联系。钱卫东。这条短信是钱副厂长发给老八的。老八被捕前，试图通过手下威胁苏婉晴和林建国。深夜，有人在林建国家门口放了一封恐吓信。这是什么？那天晚上，林建国睡到半夜，被王秀兰推醒了。老林，你听，门口有动静。林建国披衣服起来，透过猫眼看，走廊灯亮着，没人，但门把手上挂着一个信封。他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纸，上面只有一行字：别多管闲事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王秀兰把门锁检查了2遍。谁怕他？林建国给林浩打了个电话。明天我来家里住几天，您别出门。不用，他吓不住我。爸，您别逞强。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没见过？这帮人要是敢来，我跟他们拼了！爸，您别冲动，等我这边处理。与此同时，二狗这边也面临着重要抉择。我有证据，但我不敢拿出来。老八在外面还有关系，我怕他报复我。二狗是老八的手下，跟着老八干了10几年。他出狱后找到苏婉晴。你跟着老八堵我妈的时候，他比你怕10倍。我妈走的时候差6个月没见到我还债，她见林主任当面磕个头，没等到。你知道那种等不到的感觉吗？
嫂子，我家里还有老娘，还有女儿，我要是站出来了，他们怎么办？但你想想，你女儿以后长大了，知道她爸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想让她知道你是被逼的，还是想让她知道你最后站出来了？你想过没有？你要是继续躲着，老八出来之后，他会放过你吗？他知道你手里有证据，你觉得他会相信你不会出卖他？你今天不站出来，早晚也是死路一条，不如拼一把，至少还能落个好名声。行，我出庭。我出庭。2025年初夏，老八的案子开庭。苏婉晴已经怀孕8个月了，肚子大的走路都要扶腰，但她坚持要去。别担心，我没事。她在证人席上站了很久。18岁那年，我母亲突发心脏病去世。苏婉晴女士，您确定当年威胁您的人是这位吗？苏婉晴看向被告席上的老八，老八低着头，脸上那道疤狰狞的扭在一起。确定，就是他。老八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苏婉晴没有回避，直视着他的眼睛。当法庭宣布前副厂长被另案处理时，苏婉晴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走出法庭的那一刻，她的羊水破了。手术室门开了，母子平安，男孩4斤8两。王秀兰接过孩子那刻，整个人都僵住了。苏婉晴从手术室推出来时还迷迷糊糊，她拉着林建国的手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。谢谢爸。林建国凑进去听，然后整个人愣住了。赵明赶回来时，孩子已经洗干净，放在苏婉晴身边了。他看着这一屋子人，红着眼眶鞠了一躬。谢谢大家。老八的案子在2025年初夏正式开庭，牵涉多起诈骗与外债，违规催收，证据确凿，法院从重判决，判处12年有期徒刑。爸，老八听到判决时脸都白了，他下巴上的疤一直在抖。这18年你辛苦了，如今终于可以亲眼看到恶人落网，受到法律制裁。还有件事，老八的手下二狗当庭认罪了，他当众给我鞠了一躬，说欠我一句对不起。我跟他说，这句话你不该对我说。当年真正被你害惨的人是林主任，他还托律师给您写了道歉信，我给您转过去吗？不用，他欠的不是我，是法律，法律判了就够了。听说判了12年。你说，要是当年你没借那90万，现在咱家会是啥样？不知道，但我肯定不会后悔。你这个人啊，一辈子没变过。18年的黑锅终于卸了。爸，陪我去办最后一件事儿，我想成立一个基金，就叫婉晴建国帮扶基金，一半是我的名字，一半是您的名字。我一个退休老头挂什么名？不行，没跟您商量，我已经注册了。你这的语气和当年我咬牙拍板帮你时一模一样。1个月后，基金正式启动。这个基金，婉晴是我的名字，建国是我干爸的名字。18年前，干爸拿出90万帮人解难，所有人都说他是老好人。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善良从来都不是无用的投资。我想起老厂长当年的叮嘱，以后别人有难，你也伸把手。建国，人这一辈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。我记住了，厂长。老厂长，我做到了。爸，婉晴姐这个基金对接了3个助学项目，还有2个反诈骗公益项目，专门帮那些被外债诈骗害惨的人打官司。你投了多少？500万。您20年前种下的善意，今天长出了果实。现在该让这些果实变成新的种子，帮更多需要帮助的人。爸，我想请你们来参加我儿子的满月宴。好啊。我以为只是普通家宴，却没想到出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女孩。来，
叫爷爷奶奶。爸，你看苏姐现在多好，你用18年等来一个女儿。今天我想请大家认识一个人，他叫小婉，是晚晴建国帮扶基金第一个全额资助的大学生，目前是医科大学大2学生。我家里以前也被外债骗过，我爸差点跳楼，后来林爷爷的基金资助我上了大学，我选了医学专业，以后想去偏远地区做基层医生，因为林爷爷说过善意会生根发芽，我想让这棵树长到更远的地方。隔着18年，他们站在同一个灯光下。是啊，今天不是结束，是另一个开始。爸，您等我一下。我低头一看，愣住了，是那个铁盒，我用了20多年的旧铁盒。您当年就是从这个铁盒里拿出借条给我的。这个怎么在你手里？搬家时林浩帮我把东西从老房子搬过来，在您书房角落里发现的。他还嘀咕说这个破盒子爸留了20多年也不扔。我打开看了，里面没有借条了，只有一张纸条。这个字是您前几年写上去的吧？我看墨水颜色比上面那行浅很多。对呀。爸，这个铁盒送给我行吗？你要它干嘛？破成这样？不破，这里面装的是您20年的信任，以后我把它放在基金会的展示柜里，让所有受过帮助的人知道，真正的善良不是施舍，是即使所有人都说你被骗了，你还愿意相信那个人。2026年秋天，梧桐叶再次落满江城。苏婉晴打电话说要回来看我们，还说要带我们去一个地方。爸，想带您和妈去给我妈扫个墓，行吗？可以啊，我准备一下东西。你翻啥呢？这是给苏母织的，当年跟你那条同一批毛线，一直没送出去。妈，这是小宝，您的外孙。妈，林主任来了，还有王阿姨。妈，钱还了，骗子判了，我又多了一个爸一个妈。您放心，我过得很好。妈，这是当年想说声谢谢没机会，就替他织了这条，针脚不算好，你别嫌弃。妈，我妈会喜欢的。爸，我以前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还这么多钱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不是还债，那是还命。今天你生日，赵明说要过来给你过。好。爸，生日快乐！赵明来了，菜马上好。妈，您别忙了。爸，我以前不理解他为什么要还这么多钱，现在我知道了，那不是还债，那是还命。我跟婉晴吵过很多次，180万不是小数目，我们还有孩子要养，但他每次都坚持，说这是他欠林主任的清白。爸，我这辈子没服过几个人，您是一个。你是个好人，他没嫁错。爸，这是我个人存的20万，捐给基金会。你留着给小孙子用。基金会的钱我放心，有您看着呢。这孩子跟我女婿一样实在。来，咱爷俩走一个。妈妈当年就是在这里给你爷爷跪下的。爸，您看，老梧桐树还在。
当年就是跪在这棵树下吗？就是这里。小宝，妈妈当年就是在这里给你爷爷跪下的。来，爷爷送你一片。你给我跪下那天也是这个季节，梧桐叶掉了一地，风一吹满院子都是。您还记得那么清楚？记得，这辈子都记得。爸，下次叶子黄的时候我再回来看您。好，每年秋天都回来，咱们全家都来。走，奶奶带你去那边看花，好不好？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林浩，哎，你发什么呆呢？没发呆。骗谁呢？又在想那事儿？我在想老厂长。老厂长，当年他借我200块钱，救了我妈一命。他说以后别人有难，你也伸把手。我记了一辈子。秀兰，当年我帮苏婉晴的时候，你骂了我18年。但我从来没怪过你，也没后悔过。老厂长说的对，人这一辈子能帮一把是一把。苏婉晴当年跪在那儿的时候，我看见的不是她，是我25岁那年。行了，别煽情了，都过去的事儿了，提他干嘛？是啊，都过去了。2026年秋天，梧桐叶再次落满江城。今天是苏婉晴说回来看林建国的日子。王秀兰一早就开始张罗，红烧肉炖了2个小时，厨房里全是酱香味儿。门铃响了，林建国打开门，爸，爷爷。林建国弯腰把小家伙抱起来，他比上次沉了不少。饭菜上桌，一大家子人挤在圆桌旁。小宝坐在林建国腿上，伸手去抓红烧肉，被他妈拦住。林建国忽然想起一件事：秀兰，那个铁盒拿过来。盒盖打开，里面除了那张泛黄的借条和梧桐叶，又多了一样东西——基金会启动仪式的合影。盒子不空了。苏婉晴看着满桌的人，轻声说了句：“18年了。”不，19年前借的，现在才算是真的还完了。窗外梧桐树沙沙响，叶子在阳光里泛着金黄。20年前种下的善意，在20年后长成了家。林建国没说错人，他也说到做到。